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二中午12点双更会员抢先看。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给丽缇姐和姐夫给他们方案了。那基于2人的测试分数和答题情况呢，我建议刘璋组代理人可以针对人硕哥的金融辨别意识不高，小梦组可以针对丽缇姐未来传承规划不清的问题，分别去跟2位委托人进行沟通。现在我们代理人可以先回到活动区做准备。我们加油，加油！好，姐姐请进。那我来了，很乐于，很乐意。特别清楚它的风险就是规划。传承规划，遗嘱也没下，然后完全没有想过下一代应该怎么传承，然后关于病啊或者意外完全没有想过。而且他做测试之前不是问他有没有了解过信托吗？他说没有。然后现在信托的话，其实主要就是帮他解决他3个女儿的一个传承规划的问题。还有一个我觉得那个很夸张，就是他说他们要开一个什么新的项目，对吧？刚刚说的。对，开个新的项目，我就想知道这个项目是比如说用谁的钱来出资的，而且合伙人是谁，怎么分股？然后万一如果有债权，那是不是雅雅姐她要背这个债？那这个债要传到女儿身上？她应该有自己的小小的安排吧，起码得。其实我听到这个，我觉得很夸张。我刚刚也在，然后我就疯狂皱眉，所以要拉住她。对，我觉得慢慢来，慢慢来。因为你看雅雅姐她还是很乐观的，没想过失败。真的是乐观主义者，典型的乐观主义者。但是还是要告诉他，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提前防范的，因为他很爱他的女儿，对呀，他一定要去帮他女儿提前做规划。而且我觉得，就是双方夫妻虽然他们感情很好，但是你要让他知道，他比如说对方他开公司，他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所以他们夫妻双方都要做这个隔离。因为我觉得，就比如说像股票啊，或者是公司，如果男方出了问题，那也会成为他的一部分债务，就要告诉他有这个可能性，清晰，对，就一切都清晰。就他们可以去做这个事情，但我们要告诉他这个有风险，让他去合理的评估。现在你觉得雅雅姐是不知道这个风险的，对。我觉得我们可以问关于日常生活，比如说怎么住的，然后跟谁住，然后目前需要照顾谁。现在除了女儿之外，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别人。对。是的，你说的有道理。就是我们从简单的家庭情况去了解，这样雅雅姐我觉得她可能听得更清楚。对，就是那个家庭结构图嘛，你可以直接问，我觉得这很好。姐姐说有考虑过遗嘱，但是没有仔细想过，因为她学了 B。是否考虑过遗嘱、保险或财产继承规划？那我选的 B 吧。因为我还是觉得我自己还是可以能工作到80岁、90岁，我也一直会工作。你的意思是可以从遗嘱的角度入手，然后问他？可以先科普一下到底遗嘱是什么，因为很多人有可能不知道它能更新，有可能写了觉得它不吉利，怎么地，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是防护那个万一。我觉得遗嘱可以跟他讲，然后遗嘱跟信托它有一部分重叠的作用嘛，因为它都是传承财产定向的传承。我觉得先问他到底知不知道遗嘱好处是什么，然后信托是什么，然后他们的区别在哪里？然后在这个信托的部分，我可以跟他讲说，因为他们现在可能有一些不透明的财务管理，还有投资的明细，那其实希望双方都能够比较公开化的、透明的。这个只是为了预防以后意想不到的问题，不是信任问题，这个得跟他提清楚。对，是的，不然他会以为为什么要质疑对方怎么？对，因为他也还特别感性，我觉得。对的，这个说的很好。我感觉我上这个节目之后，都从一个恋爱脑变成了一个很理性的人出来。你太恋爱脑了，所以我觉得你需要做一些。我这失恋，我1周都没有办法工作。不，我就在数呀，这桌上有几个恋爱脑？反正我是恋爱脑，但我没恋爱。我也是，我觉得自己很理性，现在很理性。对，而且2位都没想过过世这个事情，这个因为它会影响到信托和遗嘱的
立住吗？对，因为他说他的财产他是没有密码的，他说有一些东西他可能不知道密码，或者这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签一个什么，比如授权，有没有可能就跟某一个人，就是我有这个权利去操作这个事情这样子的？这个我们能不能问老师？老师在哪儿？老师，我想咨询一点点东西。我想知道一个事情，就是有一方先去世了，然后对方不知道密码，比如说怎么用这个钱，或者怎么进去操作这个钱。除了信托以外，我们这个人法定继承人。法定继承人就是比方说我身故了，法定继承人其实他们是有资格去继承这笔财产的嘛，但问题是现在不知道密码嘛，是，那就是他们拿到这个合理的合法的继承权的这个身份到银行去，其实是钱还是可以拿出来的。但首先就是去世的那一位去世之前要签好，要指定。对，然后你还要做一系列的工作，你要证明账户所有人，我跟你的关系证明。对。然后你要证明他的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到场了。那么有一种情况，比方说像客户可能他已经60多岁了，然后就是走了，那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去证明他往上的他的爸妈也不在了。OK。然后关系证明就是顺位，对，下一位就你一系列你所有就是要准备的材料非常多。谢谢老师。是。有一个办法，就是一个法定继承人去世之前签好这个东西，就指定这个人是有这个权利怎么，然后他去世之后，比如说不知道密码，我们就拿这一份去银行，然后银行就会有一大系列的东西要准备，为了批这个钱出来。那很麻烦，要流程是很麻烦，所以我们要准备好遗嘱和信托。Yes， 一切还有密码。老师，所以说他真实的案例情况就是很复杂很长，对吧 ？OK， 好。我们聊2个点吧，金融反诈。真的，我们每个人去给他推销一个金融产品，但我们这里有真的金融产品，有假的金融产品，我们可以初步的、粗略的看一下它的这个辨别能力和辨别能力，然后逐个给他排雷。对，然后通过这个。他既然选择相信了，我们最后告诉他结果他可能是假的，那他肯定是在某几个部分是有上当点的，然后你就可以告诉他，借机告诉他一些专业的金融知识，让他怎么去有这个辨别力。对，我们一起准备。而且我们就等于说把我们的课堂分为说小剧场引入，我这不给他选一个金融产品，然后开始逐个分析说你刚才踩了哪些雷。对。然后看看它哪方面有，比如说像我们大概有个基础的统计，我们可以到时候制定一下这种产品。我们可以准备一些问题，待会儿先想想。是，我们可以分成2堂课嘛。我想第1堂课可以啊，这样我们来当播。行，然后其实有一个是真的，有一个是相对来说比较真的，它可能是真实的，它有真实的可能性。然后有一个是明显的诈骗案例，看看它能不能分清。然后最后我们给它科普一下嘛，就说我们刚才这个场景有哪些是很简单的可以识破的金融的诈骗点。那你以后碰到这一类的，你就要避免它。对，然后这一类它有什么共性，就是大概长这样的，它大概率都是骗局。对，我比如是向他就是介绍产品的，我说那个伦硕国有一个项目，你可以真的跟我投一下。然后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告诉我了，然后说他是一个 AI 行业，然后他就说这个跟着我一定能挣钱。他跟我讲了，我都看到银行卡，他投了20万。然后1个月之后连本带息，一共收到了25万，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项目。这样，我们这个构成还是一个吹耳旁风的。对，就高端的骗局永远不是直接问那个客户的。比如说你是那个伦硕哥，你就拉着我过来说，我要表示拒绝，我说不投，我真不投了。然后你说服我说真的吗？真？那你给我看看，我跟他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而且我跟你讲。这个它是有名额限制的那这样我回家拿个钱，你一定要帮我把这个名额留住，但我真不要给别人。我真留不住，太像了，你拖一下，太像托了，你懂不懂？你得若即若离。让我再纠结一下，我拉扯一下我自己思想，拉扯一下。对，有没有什么那种很贵的那种单品？我们把那个名字写在那个纸上面，然后我们换一个那个谐音字，然后就是可以就是戴个墨镜这样子入镜，就是显示这个人是这说哎呀谢谢，就你们在聊，然后我就谢谢你上来给我推荐那个，然后你就进去，你说那我也要，太话剧了，你知道吗？还可以加一个角色，加一个金融专家角色，在我离开以后，
推着眼镜过来，小伙子挺懂行啊。好像是这种，就是比较有明显的说有权威人士，然后说告诉我了怎么样，然后说了什么有名额的限制的，然后说什么我1个月之内就有很高额的利息和很高额的回报的，然后还有这种说什么带新能源行业、AI 产业现在比较热门的产业的，然后又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其实这些都有可能是骗局。我们等一下可以导入一些比较幽默的桥段。你听说过董总吗？跟我是好朋友，可以。我喜欢他跟我说，有一些那个珠海的投资啊，对。你说你知道我认识很多人吗？我还认识那个我好朋友雨桐，他认识董总。哎，你这样说，你就其实是给自己背书，但其实跟你想推荐的这个没有直接联系，对吧？雨桐，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想我们等一下要搞那种小剧场。你想邀请我出演啊？不，哎，对，还真是邀请出演，但是你的人不用出演，需要一张你的照片。那我但是这个设定呢，它比较搞笑。就是我会比如说我跟李金叶是我表哥，我说表哥啊，我跟你说，因为我们都是广东人嘛，说我在珠海最近得到一个信息，然后说这个熟人给了我一个很好这个投资方向，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别信那些什么巴拉巴拉。我说你真的不懂什么叫人脉，然后就会发现我的手机屏保是我和你的照片，咱俩照片。对，然后我说你知道这个小姑娘是谁了？听说过格力吗？然后就是拿你的照片，所以你这个是属于我的假人脉骗局。我肯定没问题，我随便借你用。九哥，帮我们拍一张，我们拍一个那种就特别商务的那种，就这个，来你也来一个。我这样是吧？对，这样。来，我是什么表情？应该我是什么表情？就是笑一下，就是那种正常那种商务微笑。好。骗的时候说那个我认识雨桐认识董总，其实这个更好一点，对这个好一点，就是纯骗的时候说，就是这样就也规避风险了。要不你说的对，我们可以2个项目其实都是骗的。我们一开始跟他说的主题其实都是骗他的，你选择一个项目进行投资。哇，可以，对吧？最后他躲也躲不过，就证明他所有人的话他都要经过3思。好，这个真的可以。那我要不假设一个就是入股养老社区，对，未来你既投了这家公司，这家公司还给你留个床位，未来你还能把这个床位卖给人家，给你分点红，实则是个皮包公司，拉你去个烂尾楼盘看过就算了。那我就讲庞氏骗局吧，拉熟人来，然后我们这边有那个分红，对，他其实就是卖一些产品给你，你再拿回家再卖给下一个。对，我讲这个吧，我拿鸡蛋吧，比较适合我这个东北人的身份。我觉得你可以加点你刚刚说那个 AI 进你这个庞氏里面，就是他做的这个事情不像以前卖什么了，他可能是卖一些，比如说把你的手机怎么着，装个软件交一笔押金，然后把你的什么算力贡献出去就能给你赚钱，这样其实最后骗你的押金。它得有一个标准的骗的某一个手段，然后我们最后能把这个提取出来，告诉他是通过这个地方你能判断出这个其实是个骗局。那我这个应该算是你这个也算是小道消息类哈。那我这个我想想，对，就是它可能有具体的某个点，就是可能是比如说我这个拉下线的就是明显是一个庞氏骗局，所以这个是一个信息点。然后比如说这个把钱投到新能源，把钱投到 AI 这些风口上的项目，这些也是一个极大需要判断的那个依据。说我认识某个朋友，权威人士，然后有姓有名，这种其实也是一个标准的骗局点。知名骗局模式类似庞氏骗局。咱仨就是想用自己的话术怎么打动他们。我们现在去布置一下我们的现场。哇！天哪！花已经也白。哇！来吧，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贴，我们要拼上去。其实可以把他们最大的合照贴在最中间。来看一下。这个是最幸福的了。这什么？ 10周年哎。对，是也可以。
然后相当于是我们帮他们模拟，都想结婚了。天呐，他们真的好啊！我们设置一个，俺不中了，俺不中了，要太浪漫了，太浪漫了，乐在其中。把这个不装，这个我觉得就放在这儿好了，让他们两个踩在这个地毯上，就这样。我先排版了。哇，他们真的很多合照。来，给我们放点歌，给我们的准备放点歌，让我们两个脑子放松一下。我们两个今天上午胜利，我们庆祝一下，我们很厉害，你很厉害 ，yes，谢谢队长，不客气呀、我打你哦。古风小生。为你万次回眸，何须问？相思唯有那梦想是晚风吹到梅花第几枝，深深结束你我初遇的前世。这个照片可以了吧？可以。我们模拟嘛。行，那我们从门口走出来，来。好，我们从头。现在开门。灯开始放灯，噔。OK， 走进来，有花，你就敲跟他说，这个怎么带？你就敲跟他说，你把它带给他，你就直接拿给他。你哪个男方？你是男方。啊，好。然后我来，你在这边嘛，然后我帮你带。雅姐。对，大概就是这样。OK。好，然后。啊！为什么你不带？然后我来这里。然后不知道你自己站在那里，让我给你带。OK。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新婚仪式现场，那也是非常感谢你们陪伴彼此的50年的岁月。现在你们可以宣读你们手上的誓词了，你就把它递上来。跑过来递上。对。好。通过誓词的方式把他的核心诉求写下来，再给他做一些风险的梳理和分析。然后这个时候他们说完之后，那你就把那个杯子提前准备好。我说现在让我们2位爱人进行交杯仪式。交杯仪式，交杯交杯结束，然后我们撒花。很简单。好，就是这个意思吧。我还有天赋吗？欢迎来到钟丽缇女士和张乐硕先生的金婚庆典。现在请雅雅姐可以缓缓地睁开眼睛。哇！啊！哦，我的天哪！这个是咱们10年间的是第2次求婚了。对，这个是我们在夏威夷。这个是哦，这个是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各种的地方都去过。看到我们去这么多的地方，从没有结婚过到教育孩子、家庭、父母，美好的回忆。这个是我们的30年出道了，时间过得好快。回头看一下，好多人呢。金婚快乐！欢迎来到钟丽缇女士和张乐硕先生的金婚庆典。那这些年你们一起经历了生活的酸甜苦辣，让我们安静下来，一起来见证这个庄严的仪式。如果他有一天真的是消失了、不在的话，咱们家里的一些 dynamics 就会不一样了。那我们家就变得会很无聊，没有一个人会叽叽喳喳分享。哎，你看这个没有那个。老公，我要充电，拿包包。我觉得如果我不在的话，然后我知道你还有帮我3个孩子，我也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我会安心。对。因为我们2个人加起来才能让这个家庭里面是比较稳定。
完了，我不行了。刚才你看着我这样子，我真的没想到会很感动，因为我感觉你看着我，就好像我们是从第一天到现在，很多故事，很多画面，很多事情发生。看到你的眼神，我还是看到还有很多爱。我觉得爱是最大的能量。只要我知道我们有爱，我是什么都可以。只要你在旁边，我什么都不怕。走过了10年啊，说实话，我觉得我今天看到你，依然觉得你现在是更好的你，我也是更好的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人生很短，我们都要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少一点忧虑，多一些希望。我们未来也可以做一些规划，然后给孩子们也有一个保险，然后我们俩就安心的老去。你说的对。是一个超级美好的时刻，大家不得不说。然后我相信在这个时代里边，时间过得很快，在很多时候我们也忙忙碌碌的工作，有很多时候我们是遗忘了彼此的。然后我还准备了2句英语的祝福 ：May the rest of your life filling with happiness, healthiness, finally everything would be safe and sound。其实也想跟雅雅姐说，最想要给送给你的祝福，其实不是完成了今天这个金婚的仪式，是非常感谢你可以成为钟丽缇，是一直那么活得精彩的，在生命里享受自己人生的钟丽缇。谢谢小九，谢谢。下面请2位爱人共饮交杯酒，也感谢大家今天的见证。来。哎，等一下，咱们还要做这个呢。也祝大家真爱永在，温暖长存。可以开始啦，可以接着了。哇哦！来，我看一下谁会接。3、2、1，捡到了！我要！谢谢。哇，真的是惊喜！哇哦！希望2位都开心的。谢谢。可以跳舞啦，就。I love you, baby。嗨起来，朋友们！哇，太棒了，特别感谢你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假定到你生命的尽头，如果有5件最重要的事情，就你希望用未来的时间里去完成，这5件事儿是什么？5件最重要的事情，你的心愿，没来得及做的事情，有什么牵挂的人，你有什么要安排的事情。这5件事情是什么？我写了5个，然后第一个是养一只小狗因为我听霓虹姐姐说狗狗的爱会不一样，然后我养的是2只小猫，是布偶，然后有个谐音叫布偶狗，就它很像狗狗，已经在提供很高的这个情绪价值，但是我觉得狗可能不一样。我觉得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养一只狗，甚至很多只狗，就我还是很想体验这部分狗狗带来的爱。我觉得可能跟人跟猫会不一样，所以我要列入我的人生必做之一。小狗狗的眼睛里就真的只有你，它可以无限的付出。
然后第二个是写一本书，这跟我的经历有关。其实我是上综艺被大家看见的。我叫杨汝晴，杨是木易杨，汝是三点水一个女，晴天的晴，杨汝晴。上了综艺以后，外界会对我有很多的自己的评判，然后或者说自己的印象。其实没有从我的口中我本人说出，其实我是这样想的，我不希望我死后我的解释权或者大部分的资料其实来源于他人剪辑或者他人理解的，我想为我的这个人生去解释负责。我觉得留一本书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刚刚写的时候，我在思考说，那假设写散文的话，我的人生现在的厚度就完全没有达到姐姐这种25周年出道的这种厚度，所以我觉得还得很多的积累。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人生目标，我可能一直在写一本我认为能够 OK 的书，而不是上市就简单发布的书，这是对我人生负责的书。我们把写书这件事情放在这里，就像抛一个新锚，就像全林老师说的，我在种一棵树，我在种一个笋子，可能前4年它都没有冒出来，但没关系，每一刻的成长都是有意义的。我觉得那种生命力是我们今天就在埋下的。其实你说的也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其实人的这个记忆是会模糊的。当我到了某个阶段之后，我再回忆起小时候或者10几岁，或者我刚刚开始拍戏的时候，很多事情我开始记忆模糊或者不那么清晰了，会慢慢被遗忘，会被所有后来的事情给挤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去先把它记录下来的。所以这个也可以提上日程，只是你当下的感受。当你到40、50岁的时候，你的感受会发生变化，你再回过来看这个事情。是的。然后第3个是视频信，这个是留给爱我的人，不仅小猴妈妈，可能我也会给更多的喜欢我的人留下视频信，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如果未来有发生任何的意外，大家有一个想念我的时候可以看的东西，这个视频信会让他们更开心更积极一些。然后第4个也一样，今天是唱歌嘛，然后我就想说我要不要也有自己的歌但自己的歌啊曲啊这些都太复杂了，我觉得我很喜欢我的音色，可能它不是很标准，但是我喜欢我自己，然后也有喜欢我音色的朋友，我想为他们录制一些声音类的资料，例如说我可能念一本书这样子，他们想我的时候可以睡前听，或者妈妈可以睡前听，或者是给他们唱首歌，他们打电话的时候可以做手机铃声。其实我不想被人遗忘。我之前看《寻梦环游记》，他说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我也看了好几遍。回忆和这种逝去的爱是会让他们很痛苦的。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我们的离去注定就给爱的人，甚至哪怕就是你的公司，都会带来一些影响。我们在社会中是有社会角色的，所以没有办法让他们不受其影响。我就想那先录一些视频类的声音类的，让我能多陪伴他们，让他们想起我的时候至少是开心的东西，翻阅的也是积极的东西。然后第5个就是上太空，就是你要有一些疯狂一点，难实现一点，如果都像小狗那样很好实现，那人生好像太快就很圆满了。然后现在其实也是科技很发达，而且我第一次去到新疆的时候，我很喜欢那个旅行地，因为我发现哇，天好高地好阔，真的好远哦，整个平原可以这样子。我想说如果有机会能从太空视角看一下我们地球，看看我们的情啊恨啊爱啊，其实在外太空看都是很虚无。我觉得可能我整个人会得到进化，或者说格局会上升到太空格局。我感觉可能那时候我看我的人生，我就会觉得很多磨难就不是磨难了，我觉得很神奇，留在这里。而且它也需要很多的资金支持啊，然后也是科技的发展，也是我对祖国的各种愿望都集合。我希望我们的科技越来越便民，然后我也希望我有越来越多的财富，能够实现这种很疯狂的想法。然后这个留在最后一件，它很难做到，但是它也是一个很有愿景的东西。从1
到5这5件事情，它的完成难度，请你排序。最简单的写1，肯定还是写养小狗啦。然后第2个我写的是声音类的留存资料，因为如果像歌曲的话，比如说如果霓虹姐姐 OK， 我用《女人万岁》这首歌，我可能就直接用啊，它就相对比较简单。然后声音类的，我如果有现成的书籍，我可以直接念，或者说我自己想说的话，声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轻的事儿。第3个事儿是写一本书，因为我有文字洁癖，我就觉得字是很重的东西，就我讲话就会比较随意，但我写到字上就要字都要求很高，对自己要求很高。然后视频性更难的原因，也是我最近给朋友写新年明信片，我发现我平时自己能写很多字，但是落到明信片上写哪些，我根本想不出来，或者我觉得语言不够表达我对他的感情和祝福。其实往往越少的东西，我就越得仔细的思考，越得仔细的保量，所以它其实挺难的。尤其是我只有1次机会，是我身后给大家看，那更难了，我估计得想很久很久。然后第5个太空漫就不赘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退回4比较可实现。我要选择我很爱的人，我要讲他很在意或我很在意的点，我要极致的把我的情感尽可能的没有遗憾的全部去表达。我觉得真的很难。我其实非常好奇，因为我问你们的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你生命的终点，最重要的5件事情。你写下来的每一件事情，除了这个有点难度啊，别的看上去可能这事儿都不算特别大，所以我尝试猜测和理解一下，就看起来不大的事情后面到底是什么。既然你认为它如此之重大，我猜啊。我猜完了，你可以说我猜的对或者不对。我的猜测长这样，养一只小狗，它代表的不是简单的一个宠物，它其实代表的是无条件的爱。是的，因为小狗忠诚，小狗你可以不问为什么，你可以充分的爱它。是的，不防备它，不用特别多的期待，不怕失望。所以小狗的意思是无条件的爱。尤其是我养了小猫以后，我会意识到我对小猫真的是没有期待，小猫存活在这里就很可爱，然后我在我妈妈的世界里，我就是这样存在，就是她其实没有对我有什么上什么大学啊，或者人生要赚多少钱这些期待，我又很想去反哺她，包括我也希望她也有一只她的小狗。因为我还是觉得爱这个词它太大了，其实我体会到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把它分享给大家。但狗狗的爱是感觉姐姐也会收得到，然后张泉灵老师也会收得到，大家都可以收到这种无条件爱，我觉得好好，这个爱它又厚重，然后又很简单。第2件事情，写一本书。是的，其实你要的是丰富的人生阅历。是的，而不是一本书，因为今天社会化的出一本书很简单。你要的是我自己值得足够一本书厚度的丰富的阅历。是的，刚刚切蛋糕的时候，全老师说这个蛋糕好厚啊，我觉得人生嘛，就像姐姐一样要有厚度。我还没有到那么厚，我只是想记录我之前能够记录下的东西。视频信，其实它的难度不在于就我怎么跟他们留下话，是谁是值得你牵挂的人，以及在最后你要跟他们说什么，所以那个是值得牵挂的人。你所谓的录制音频类的留存资料，其实是你希望获得影响力。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然后最后一个上太空你刚才描述上太空的那个场景，它不是个兴趣，它是你在探索人生的意义。如果是这5件事情的话，的确是人生大事。今天主题是亲子财务规划。我们有个女儿，她买了一个小教育基金的，家里所有的财务规划啊都是我在做。
哎，你应该很了解宽哥性格吧？比较传统。宽哥是真的不理财的那种人，就是完全不理财。他认为别人要我的钱过去要帮我理财，那就想骗我的钱。基本上可以保你的底，然后有一部分收益。基本上没有本上固定收益的一些投资。你这个固定就是口头上的说出现问题了，说啊，我们这里有一条是我要承担的。我是全职妈妈，我们家里有2个孩子。创业方面会有一个大概的资金量，20%吧，我觉得20%，对20%。我们有一个失败的投资是开饭店，这个就是杠杆加杠杆。所以其实你已经不知道你拿什么还了，对吗？对孩子教育投入的计划会长什么样子？家里的资金暂时只能托举一个方向。我觉得他在运动方面是有天赋的，你这个时候不练，他可能以后再练的话，他跟上大家的那个节奏就会比较难。说实话，期间你不一定就是能得到这个你的。他的遗憾你怎么去弥补？那也没办法。今天的赛制是个人积分战，积分最高的代理人将会成为今天的最满意代理人。好大压力啊！争强好胜的心还是想争一下。深夜灯还亮，时间静默成江，迷雾里有导航，独行也不慌，让承诺能成钢，给风险做减量，年轻的旅程通往从容的远方。清澈如灯，爱是归航，波浪甲方安然向阳，规划为营照亮迷茫，青春作伴不负双光，让未来见证这守护的力量。当变数轻轻扣撞，时光漫过手掌，一直温柔守望，换未来晴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出入职场金融季，解锁更多独家互动和幕后花絮。上微博带话题出入职场金融季发博讨论，有机会获得节目嘉宾专属回应，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出入职场金融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